欢迎再次收看《这样玩》。哒，我又买了新玩具，我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就会买。你知道要把手剁掉了。哎呀，每次都是要省钱，但是就想要买一点有趣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我全都要。有看到这面白墙吗？这白墙。其实我常常在想，我们家那么大，我觉得不想要再挂一个电视在那边。虽然我之前有买一个 LG 的G 系列的 OLED 的电视，它的画质真的很好，可是你毕竟电视它就是要挂上墙嘛，所以我后来我就是买了一个投影机。那这个投影机我从 Amazon 也有去研究它，然后后来网络上也很多人去推荐一个品牌叫做坚果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推荐的，家乐福推荐我这个超短加坚果，因为他有做功课。超短焦，对，超短焦的投影机，蛮酷的。对岸寄过来，它如果坏掉的话，你也是寄回去维修就好了。那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要维修或者是寄过来坏掉了，那它有免费的收送件服务，你不需要再额外付费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淘宝真的很强。我下单不到好像1个礼拜以内我就拿到了，刚好就是1个礼拜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毕竟真的就是家里大的时候用一个投影机，真的爽度蛮爽的。那大家有看到我黑色的一个小盒子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 Apple iBus， 但是它是 HDMI 版本，除了可以在车上使用之外，也可以连到我们投影机。OK， 我们来开箱喽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进入重头戏。这一台是淘宝来的，基本上它在 Google 上面是找不太到任何资讯，然后真的是一直在找国外的网站，就是对面的网站。那他们也没有在用 YouTuber， 他们可能用哔哩哔哩这种平台。那特别要注意一下，超短焦的部分，这一台的明流是2800，我觉得2800其实很够用。你只要家里有窗帘，白天上其实基本上只要拉一点点也很够用。那我定的规格是国际版本，你必须要自己去买一个万用的转接头，这个万用的转接头你才可以插上去，要不然它是没有办法插台湾的接头。好，然后我觉得坚果很棒的地方，它的这个遥控器是有点，其实它这一面是塑胶，可是它这一面摸起来应该是金属，摸起来冰冰冷冷的质感非常好，我觉得很喜欢。好，那他们都是宽电压，所以都没问题。那我们的老朋友 Apple iBus， 然后它这次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只要带着这一台，以后出国旅游车上可以用之外，你觉得无聊，你就把这一台带下车。它里面有 mini 的大转小的 HDMI 线，这边是 mini 的，这边大的，所以它还给我一个 Type C。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用投影机，你要投在电视上面的话，你自己要多准备一个方块头，要不然它的电压有可能不足。它是没有办法启动的，因为我在用投影机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启动，过一下下它就跳掉，就没有电了。然后这个是收音麦克风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安卓系统嘛，那你也可以透过麦克风收音，在我们的 Hey Google， 把 Google 叫出来，它也可以当助理。对 ，OK， 好，这是电源线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Type C， 看你要插哪一个，它2条都给我。这是 USB， 然后转 Type C， 这是双 Type C， 它2个都有给我。这个都是 Apple iBus， 这个东西真的是稳定又好用，但是一定要买遥控器，一定要买。如果你没有买遥控器的话，你在车上可以触控萤幕，可是如果你用投影机，或者是你投影到 HDMI 的2K、4K 电视，你是没办法发动萤幕的哦。记得一定要有，特别要讲一下这里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按键按住，我记得按住3秒以上，它就会开始跳动，开始配对。所以你要去个人设置里面去找到蓝牙设置，去对应它，这就没问题，就可以用了。好，它用起来比较像滑鼠的概念，包括它在卷动。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是刷荧屏，可是它是按住中间这个 OK， 好，按住 OK， 很像点住左键滑鼠左键，然后这样滚动刷动。
但是有时候吼，说真的，因为投影机的比例投起来，你在刷动的时候，你觉得太多或太少，有时候比较不好控制。哦，滑鼠仪标在刷动，就很像有点在玩那个叫什么 Switch 的感觉。对，啊，你这样刷的时候，它又没有动力侦测，所以你有时候只是这样波动它上下，其实有时候太大力或太小力，你也没有办法好好控制，不好控制。对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就是闪退，就是刷一刷，哎，怎么又跳出来了？或者刷一刷又刷过头，又刷不下来，就是有时候很困难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开始组装。坚果，请开机。当然 ，OK， 我们要开始来示范一下超短焦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超短焦，因为超短焦这一台坚果非常厉害，它有一个电动云台，就是你们会看到吼。我只要你看哦，我只要一靠近它，遮到它，它就会说强光刺眼已开启，它就会自动帮我把这里的亮度降下来。这是一个蛮酷的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因为它怕你照太亮。然后特别来讲，它这边呢有一个云台，这里哦的下面基顶有一个云台，所以等一下它可以用电动云台这样慢慢把你这里垂直拉高，我们就不用再去买任何的云台去那边尬它。对，那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设定。那你看到我用一个 iBus 在这里，那它有2只遥控器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这里哦，我都会一律建议你们超短焦先靠近它，然后你们再去设定，因为它毕竟它是标配有电子云台。你看这里会有个画面，对吧？我现在在调整它的高度，它不让我调，因为我故意把这个桌子拉歪的。现在我慢慢的把它拉高。所有的超短焦我都建议你放到适当的一个位置，因为有时候你想要看超过100寸、120，它最大可以投影到200。那有一些人会想要说，我就是想要在家里看200，所以真的是超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以我家的墙面，我已经测试了好几天。如果我拉到100的时候，因为100的时候，来我们仔细看一件事情，如果我在这个墙面我拉到100，好。那因为我想要，这是超短焦，它跟长焦的特性不一样。我想要让它投影更大，我是要移动这一张小桌子，有没有？它就变得水平太高了。这时候，除非你人是站着，好，所以这时候云台，我的画面高度我是不建议用拉到100，就会发生刚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就一律我都会先降低。那我们家的数据我自己去测试到，我大概停留在10%就差不多了。10或15，接下来好，我就会往上、往前。我想要做到100多、200。好，你们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刚刚下面有一排字。好，其实等一下投影，它不一定会投影到下面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退出。退出之后，我会先用一个自动对焦，它会先帮我把整个画面清晰对焦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开始变缩小？然后接下来我用梯形校正，好，梯形校正，好。如果我觉得梯形校正它还是没办法，我可以用这个方式，好，这个方式去做增减，有没有？就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刚刚是不是有用一个 iBus？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信号源，好，我刚刚调整完之后，我再自动对焦一次。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一样可以去做一个手动对焦的部分。它左右的一个圆圈圈，会有模糊跟清晰。那你就是两边，有时候是右边清晰了，左边还是模糊。那这时候就会觉得，我左边怎么还是一直模糊？那有可能就是你的梯形这边要做校正。再做一次，好，搞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已经是没有办法调整，有没有？我只能微微这样子。他会说我已经超过一个他自己可以侦测的一个范围，实际上它是可以用的。
其实坚果里面它本身也有应用程式，我购买的是国际版本，所以这个国际版本里面它有帮我灌 Netflix 啊、YouTube 这些都有。但是哦，我跟你讲，网飞就是那么机车，它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用的。所以我进去输入一下我的账号密码，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登录，一直出现请进行更新。登录之后也没有办法使用，算了，那我们就内建它的 YouTuber。那我觉得好，我们看一下 YouTuber。那我到目前为止现在没有登录它。好，我之前有搜寻过我们的画面，J 酱玩，对，好，来看看，还真的会出现。OK， 好，那当然就是登录我们的画面咯，往下看，好，买床不要扣进去，然后闺蜜机，来看一下这种感觉。传统整腹推拿师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们像脖子？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超短焦啊，其实我觉得我必须还是要去适应它这个画面，就是我必须要闪过它，要不然你在投影的时候，你自己有差错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云台的高度它是一大的一个重点，然后你想要投那么大的画面，其实真的是超爽的。你在现场看，如果是电影的话，我就举个例子好了，像我们在这样看这样的画面，好，你看这里，好，不管你今天是看哪一个画面，你只要是投影的那么大的画面，你就觉得很爽。你自己看一下这个画面，超准的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收看，就这样玩，我希望就这样玩，就这样玩。有没有这样真的很爽？而且你看哦，现在这个亮度是我微微打开我们的窗帘。那我测试一下我现在的明流有多少，我音量先放小声一点。好，我现在侦测一下我2楼这边，我有装智能家电，它可以跟我讲我现在的亮度是多少。好，我现在的亮度是54流明哦，54流明。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的4K哦，你看它这边这些画细节真的还是很好，可是必须还是要说哈，毕竟它只是一台台币哈，说真的，买到台湾才4万块而已，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在投影它的边缘的时候，它还是些微的模糊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用白墙的关系，也没有用它专业的投影萤幕，所以其实我都会觉得画面的右上角的部分都是清晰的，但是这边的左上角我就觉得有点模糊。可是以一个4万块来讲，你想要尝鲜，刚刚的音效品质有没有觉得很好？真的很厉害。如果你是看那一种捍卫战士啊，或者是恐怖片啊，它那个重低音啊，没有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比声霸还要好。真的比声霸还要好。我之前用 BOSS 900，然后天空环绕，才有那种比较厉害的感觉。可是一个4万块的一个坚果投影机，我就觉得超厉害的。YouTube 看完了，我们现在跳回来看这个信号源的部分。且 HDMI， 那我们再重新去做一次影像的校正，因为它的大小完全不同。那我觉得我都会习惯再做一次自动校正，看一下它重新调整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看到这里，熟悉的画面又出现了。那我们现在切我们的滑鼠出来了。好，滑鼠来。滑鼠吼，你们要启动它的时候，这个遥控器啊，这里有一个按键，你们要先去设定。我们在设置里面这边要先去做遥控器的配对，所以在那之前滑鼠都没办法启动。那是因为我已经设置好了、配置好了，才会开始使用。那我们切一下个人的设置里面会有一个好 HDMI 输出的部分要选择是开，然后这里 TV 的模式我看你要不要开都可以。那 HDMI 这边是一定要打开的哦，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你现在在接上 HDMI， 你的 iBus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哦。OK， 好，我觉得
一定要有这个遥控器。可是刚开始我拿到遥控器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设定。那其实很简单，就在蓝牙电话里面接进去蓝牙电话里面之后，看到这里有一个匹配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里有所有的蓝牙附近的装置，你都可以使用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只要按住你遥控器上面的滑鼠键，按住3秒左右，它就会自动侦测。那我们已经配对完了，所以配对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已连接外面的设备，它已经都连接进去了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连接。好，那我们跳到主画面，一样跟所有其实都跟我们的车子的画面一模一样，所以其实在用的时候就是很熟悉的感觉。然后快捷键也是，网飞也是。好，切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往下按。那如果你滑鼠用的不太习惯，你就是用按键，十字圆形按键也可以使用。你有发现 YouTube 的画面比例又不一样？对啊。好，这时候我要教大家一个特别要点哦。好，我把声音转小。好，我把它转小之后啊，其实你们会发现我的荧幕右手边啊，这边有一个 HDMI out， 它这个符号啊，你按下去之后，整个荧屏会变大。可是你按下去之后啊，你就跳不回来，你没办法再缩小，你只能放大。如果你真的要跳出去，它就会跳回去首页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来，我按右边这个，好，有没有？它现在变超大，那你现在要变这样。那我想要跳回来的话 ，YouTuber 应该可以，我就按返回键，跳不回去，完全跳不回去。这个就是滑鼠刚刚在做配对的时候要按住它3秒，然后你就看到红灯在闪烁，就代表蓝牙音乐里面它已经在配对了。那我们刚刚用滑鼠去按 HDMI out， 结果反而没有办法跳出去，完全没有办法。正常来讲它是应该要跳出去的，好，又没有办法。那我发现它有一个比较麻烦一件事情，如果当整个画面我都没办法使用它了，我跳不出去。可是我刚刚的那些功能列都没有办法在这里操作了。它没有 home 键吗？它都没有 home 键。哇！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HDMI out 之后 ，YouTube 是没办法控制的，可是网飞其实可以跳出去。你看我现在按 home 键，其实应该是，也不是说按 home 键，应该按返回键，它是可以跳出去的。现在是没有办法达到，所以我只能按关机。可是这个关机很麻烦哦，关机哦，我要再重开，它是没有办法的哦。我只能去重新把我 Apple iBus 的电源重新插拔才可以。这是比较麻烦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重新开机了，重新开机完之后，我们一样按滑鼠。启动滑鼠的功能一样，看一下我们这边所有的功能。因为版权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播网飞或者是有版权的投影画面。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畅度，其实真的还是很不错。Apple iBus 用到现在，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问题，也不太会故障。那为什么我非常想要，也非常喜欢这个短焦投影机？是因为我们早期的投影机是长焦，所以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会有个人形被遮住，有没有？会有影子。可是像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如果假设我是在拍影片、在教学，我走过去投影机，我这里是不会有影响的。我觉得这样它的好处在这里，然后你也不一定要在同一个空间。当然，你用长焦有一个好处，可是长焦就是从远方打过来嘛，那它有可能声音比较好。超短焦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的声音是从往左右打，我可以包覆过去，因为我的观众在这边嘛，在我的正前方嘛，所以其实这边的声音可以这样子传达过去。长焦的投影机，如果你放在客厅的中央点，家庭成员多，可能要休息、喝水、吃东西、拿东西、接电话，走过去的时候，你在看电影的影子就会被影响到。你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你的品质就会被影响到，因为会有影子投射在你的荧幕上嘛。那我今天用超短焦，我不要用它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很美的装饰品。所以我今天用了 iBus HDMI 版本，我觉得非常 OK 顺畅，出去只要带一台，很方便，也不会过热。那坚果的部分呢，质感很好，音效很好。那如果有任何想要询问的，我们不是专业评比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台的性价比非常高。好 ，Apple iBus 还有坚果投影机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